5月26日的傍晚，台中的空氣粘稠的像是快要擰出水來，那种屬於梅雨季末期的悶熱，隨着柏油路面上蒸騰而起的客運廢氣，一股腦地往人的皮膚上粘附。夕陽將西邊的天空染成了一片近乎病態的橘紅色，刺眼卻沒有絲毫涼意。闕恆遠人站在學校外面的公車站牌旁，單肩背着略顯沉重的書包，制服襯衫的領口早已被汗水浸透。他的目光看似盯着地上那塊被踩得模糊的黃色等待線，實際上餘光卻始終鎖定在身側不遠處。站在他身邊的是岳清河。他們雖然是同班同學，但過去2年裡幾乎沒有過什麼深刻的交集。岳清河在學校裡是那種走在路上都會讓人忍不住回頭的校花，那鵝蛋臉上精緻的五官立體而協調，一雙微微上揚的杏眼，平時總是帶着幾分淡淡的疏離感。他今天將一頭烏黑柔順的長髮扎成了高馬尾，隨着他偶爾轉頭的動作，馬尾在空中畫出利落的弧度，幾縷不聽話的碎髮貼在他白皙細嫩的頸項上，因為汗水的緣故，更顯得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清純。公車站牌前人潮推擠，等車的學生和下班的通勤族將狹窄的紅磚道擠得水泄不通。那個岳清河，闕恆遠深吸了一口氣，混雜着客運怠速的柴油味和空氣中的濕氣，他感覺自己的心臟快要從胸口蹦出來了。他那張同樣帥氣的臉龐上，此刻正不可抑制地泛着紅暈。岳清河轉過頭來，長長的睫毛微微顫動，眼神裡閃過一抹驚訝。他看着闕恆遠，輕聲應道：“怎麼了？”“闕恆遠，我有些話想跟你說，能不能等一下再坐車？”闕恆遠的聲音有些沙啞，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來的勇氣，或許是這悶熱的天氣讓人狂躁，又或者是這漫天橘紅的晚霞給了他某種不切實際的衝擊。岳清河看着他那雙清澈卻盛滿緊張的眼睛，沉默了幾秒。四周原本是喧鬧的喇叭聲和路人的交談聲，但在那一瞬間，兩人的世界仿佛突然安靜了下來。他輕輕點了點頭，跟着闕恆遠退出了排隊的队伍，走到公車站牌後方那一整排有些年頭的榕樹陰影下。熱風吹過榕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響。“我喜歡你。”闕恆遠沒有任何鋪陳，直接將憋在心裡很久的話說了出來。他的手指死死抓着書包肩帶，骨節隱隱發白。從高一剛開學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你了。雖然我們沒怎麼說過話，但我每天放學都會注意你是不是坐這班車。我知道這很突然，但我真的想問你，你願不願意當我的女朋友？岳清河愣住了，他那張白皙的臉頰在夕陽的餘暉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染上了紅暈。他下意識地扯了扯制服裙擺，低着頭，高馬尾垂在胸前。時間在這一刻變得極度漫長，闕恆遠覺得自己像是等待判刑的囚犯，周圍的空氣悶熱的讓他快要窒息。過了許久，岳清河才緩緩抬起頭，那雙精緻的杏眼中沒有生氣，反而帶着一絲羞澀的笑意。他看着闕恆遠，聲音細若文瑞：“其實，我也常常在公車站牌看你。我答應你。”這晚的台中，天空下了一場短暫的暴雨。而闕恆遠躺在床上的時候，腦子裡全都是岳清河點頭時的模樣，還有她羞澀的少女模樣。他認為這是他17歲人生裡最完美、最幸福的一個開端。然而，這份青澀的甜蜜卻僅僅維持了不到24個小時。5月27日，午後的氣溫飆升到了34度。高二3班的教室裡，頭頂的吊扇正發出令人煩躁的嘎吱聲，無力地攪動着教室裡悶熱的空氣。雖然開了冷氣，但在這棟有些西曬的舊教學大樓裡，冷氣的效果微乎其微。下午第3節是數學課，講台上年邁的老師正用粉筆在黑板上沙沙地寫着公式，台下的學生大多睡成了一片，或者拿着課本猛扇着風。闕恆遠坐在倒數第2排，他的目光不自覺地往右前方飄去。岳清河人坐在窗邊，今天他沒有扎馬尾，而是將一頭長直髮溫順地披散在肩頭，更顯得溫柔動人。因為剛交往的關係，兩人在課堂上偶爾眼神交匯，岳清河都會迅速地轉回頭去，耳根泛着淡淡的粉紅。這種純粹而美好的氛圍，在下午3點15分被一聲不屬於人類的嘶吼徹底粉碎。坐在第1排的藍明瑜突然整個人從座位上彈了起來，他的課桌被猛烈地撞翻，
課本和鉛筆和散落一地，發出巨大的聲響。講台上的老師推了推眼鏡，有些不悅地呵斥，但話還沒說完，就硬生生卡在喉嚨裡。藍明宇整個人開始劇烈的抽搐，他那張原本還算清秀的臉孔，此時完全扭曲，雙眼暴突，眼白部分迅速被充血的漆黑雨血絲填滿。他那裸露在短袖制服外的雙臂上，青黑色的血管如同蛛網般在皮膚下瘋狂蔓延、暴起。藍明宇，你怎麼了？不舒服嗎？坐在他後方的雷秉勳試探性地站起身，想要伸手去扶他。吼！藍明宇喉嚨裡爆發出一聲不似人声的低吼，那根本不是一個17歲女高中生能發出的聲音。他猛然轉身，以一種近乎為反人體工學的扭曲姿勢，瘋狂地撲向雷秉勳。雷秉勳根本來不及反應，整個人被撲倒在課桌椅堆裡。緊接着，一聲淒慘至極的尖叫聲撕裂了整棟教學大樓。藍明宇死死咬住了雷秉勳的脖子，用力一撕，大片的鮮血如同噴泉般激射而出，瞬間染紅了潔白的黑板和講台。啊！殺人了！血！好多血！教室裡瞬間陷入了極度的恐慌。原本昏沉的學生們發瘋般的往後門推擠，課桌椅被撞得東倒西歪。大家冷靜，不要急。班長謝雅婷試圖維持秩序，但驚恐的人群根本聽不進去任何聲音。這不是普通的校園暴力。闕恆遠在看到藍明宇那雙漆黑的眼睛和暴起的青筋時，渾身的毛孔瞬間炸開。這畫面太熟悉了，熟悉到讓他聯想起之前看的電影裡的末日場景。他沒有跟着人群往後門擠，而是第一時間踩着課桌，手腳並用地往窗邊的岳清河衝去。此時的岳清河已經嚇傻了，他縮在窗邊，看着前方正在瘋狂啃咬雷秉勳的藍明宇，以及周圍同學撕心裂肺的哭喊，整個人臉色慘白，雙腿發軟的根本站不起來。而更恐怖的是，剛剛被咬斷氣的雷秉勳竟然在短短10幾秒內，以同樣詭異的姿勢扭曲着關節爬了起來。他的雙眼同樣變得漆黑一片，滿嘴是血，轉頭就盯上了離他最近的岳清河。清河，快走！闕恆遠大吼一聲，此時他已經衝到了岳清河身邊，他一把拉住岳清河冰冷的手腕，試圖將他扯向自己身後。然而雷秉勳的速度極快，他像是野獸一般四肢着地，猛地一蹬，直接朝着兩人的方向撲了過來。闕恆遠下意識地抄起旁邊的一張木質課桌，狠狠地往前砸去，砰的一聲巨響，課桌砸在雷秉勳的胸口上，將他砸得倒退了幾步。但那重变異後的怪物似乎完全失去了痛覺，雷秉勳晃了晃腦袋，再度嘶吼着撲了上來。此時教室前門和後門都塞滿了逃命的學生，慘叫聲和撕咬聲不斷傳來，顯然變異不止發生在他們班，外面的走廊上同樣傳來了無數驚恐的尖叫和沉重的奔跑聲。從窗戶走。闕恆遠看了一眼2樓的高度，下面是一片草皮。他轉身試圖推開窗戶，但就在他轉身的這短短1秒鐘，原本被砸倒的雷秉勳竟然從另一個角度撲了過來，長滿血污的手指直指闕恆遠的喉嚨。恆遠小心！岳清河不知道是哪來的力氣，原本癱軟的身體猛地往前一撲，試圖用自己的身體擋在闕恆遠身前。撕拉一聲，雷秉勳那口沾滿鮮血與碎肉的牙齒狠狠地咬在了岳清河探出的右手前臂上。啊！岳清河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叫。那一瞬間，闕恆遠感覺自己的大腦徹底炸開了。昨晚晚霞下的告白，他羞澀的點頭，他指尖的溫度在這一刻全部化成了衝天的怒火與恐懼。給我滾開！闕恆遠雙眼通紅，一把抱住旁邊沉重的鋼制大垃圾桶，瘋狂地砸向雷秉勳的腦袋，1下、2下、3下，直到雷秉勳的頭骨發出碎裂的聲響，整個人癱軟在血泊中不再動彈。闕恆遠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渾身都是濺灑過來的鮮血，他連忙轉身抱住癱倒在地上的岳清河。岳清河的手臂上一個血淋淋的齒痕觸目驚心，鮮血正不斷地湧出來。更讓闕恆遠感到手腳冰冷的是，那傷口周圍的血液竟然隱隱呈現出一種詭異的暗黑色，幾道黑色的線條正沿着他的血管緩慢卻堅定地往上蔓延。恆遠，我好痛！岳清河靠在闕恆遠懷裡，那精緻的五官因為劇痛而緊緊糾結在一起，
眼淚大顆大顆的掉落下來，混着臉上的汗水與灰塵。沒事的，沒事的，我現在就帶你出去。闕恆遠的心臟劇烈收縮，他將岳清河背在背上。此時教室裡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好幾個變異的同學正在撕咬着來不及逃跑的人。他咬着牙，背着岳清河衝出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同樣是一片狼藉，無數穿着制服的學生在瘋狂奔逃，後方則是成群結隊、雙眼漆黑的變異喪屍在瘋狂追趕。鮮血染紅了原本乾淨的校園瓷磚地板，空氣中彌漫着濃重的血腥味與內臟破裂的惡臭。闕恆遠背着岳清河，憑借着本能往樓梯間衝去。一個變異的男同學從旁邊的班級裡撲出來，闕恆遠連看都莫看，抬起一腳狠狠踢在對方的胸口上，將其踹下樓梯，隨後順着樓梯狂奔而下。他不能停，他絕對不能停。衝出教學大樓的瞬間，外面的台中街頭上更是一片混亂。校門口原本停放的幾輛校車和轎車猛烈地撞擊在一起，警報器刺耳地不斷鳴叫着，那黑煙滾滾升起，遠處的市區方向甚至隱隱傳來爆炸聲。無數的人在街上尖叫奔跑，而那些原本熟悉的店家老板、路人此刻正一個接一個的在烈日下扭曲變異，隨後加入捕食活人的行列。夏日的烈日毫無遮蔽地灑在柏油路面上，高達30幾度的熱氣從腳底板直衝上來。闕恆遠感覺自己的雙腿像是灌了鉛一樣沉重，背上的岳清河身體越來越燙，他的呼吸也变得越來越急促、微弱。恆遠，放我下來吧，我快要不行了。岳清河在耳邊微弱的呢喃着：“閉嘴，我不准你死！”闕恆遠一字一頓的吼道，他的汗水流進眼睛裡，刺痛無比，但他連擦的時間都沒有。他背着他，盲目的在混亂的巷弄間奔逃。他知道市區已經淪陷了，甚至路上的公車、捷運一定是全部都癱瘓的。現在留在街上只有死路一條，他必須找一個地方，一個能躲避這些怪物的地方。前方是一家沿街的傳統透天厝，一樓似乎是個兼賣雜貨的小客廳。此時鐵捲門半開住，裡面漆黑一片，沒有開燈，隱約可以看到裡面翻倒的桌椅，但似乎沒有怪物的蹤跡。闕恆遠沒有絲毫猶豫，背着岳清河一個矮身衝進了那道鐵捲門內。一進到屋內，外面炙熱的陽光和喧鬧的慘叫聲瞬間被隔絕了大半，屋子裡彌漫着一股老舊房屋特有的霉味。闕恆遠放下岳清河，轉身用盡全身的力氣，將那扇沉重的鐵捲門狠狠地拉了下來。隨着哐當一聲巨響，鐵捲門徹底鎖死，屋子裡陷入了一片昏暗，只有幾縷陽光透過鐵捲門的縫隙，斜斜地射在滿是灰塵的地板上。外面的世界在這一刻仿佛與他們無關了，只剩下遠處若有似無的警報聲和兩人在黑暗中沉重絕望的喘息聲。闕恆遠續托般地靠在鐵捲門上，任由身體緩緩滑落。他的衣服已經被汗水和血水浸得看不出原本的顏色，雙手不可抑制地劇烈顫抖着。而在他面前，岳清河正痛苦地蜷縮在沙發旁的地板上，那道從鐵捲門縫隙透進來的微弱光線，正好照在他那張精致卻慘白如紙的臉龐上。